金将军估计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成为美国和韩国 play 的一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视频，就主人吓唬自家边牧啊，说隔壁小区的狗因为乱叫都被狗贩子偷走了。我觉得特朗普今天突然秀自己跟金将军的合影，有异曲同工之妙。8月17号，特朗普发社媒表示说，其实我阿美是不想搞军演的这不是让我朝鲜金兄弟感受到了不恰当的敌意了吗？然后还花美国人的钱，太不值得了虽然呢现在已经来不及完全取消演习了，但是呢已经下令国防部大幅的削减美军参演的规模。美韩演习弄了半天美国不愿意是吗？这不就是等于跟自家边牧说，你再乱叫我就去跟狗贩子交朋友了。估计现在南北两边都属于目瞪口呆的状态。北边一直以来就因为南边没有战时指挥权，将一切美方的敌对行为都等同为南方的决定。而李在明现在费这么大劲儿，又是强调半岛和平优先，又是计划修铁路经朝鲜到北京，又是削减韩检厅系统的这个权利，以便顺利推进战时指挥权回收的这个目标，就是想给北边释放一个安定的信号。美国是美国，我是我不必须将自身的安全和生存压在美方的战车上。尤其在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这一天李在明高调提出了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同时提出将根据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归属特别法调查回收被殖民时期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这个非法聚敛的财产，追究其明确的历史责任，这些财产将被完全用于对摆脱日本殖民统治有功人士和对遗属的支持。这一手叫做半岛同仇敌忾。结果大统领一看呀，灵光一现，心想攀交情谁不会呀？我还有跟我金兄弟的合影呢这身份一下子就从倪永孝变成傻强了，敲打变成了争宠，这个真的是太欢乐了。而李在明现在的这一手追缴亲日分子历史责任堪称妙笔。因为在韩国亲日必然亲美，韩亲日派得以篡夺革命果实，就是在美军的默许下才能实现的。从李在明上任，我就很看好这位小国政客，因为纵观历史，小国的自主和大国的自主它是完全不同的意思。现在李在明实际上是精确的游走在了大国博弈的有限夹缝之中，为韩国的未来做出了很正确的筹谋。他在8月15号的演讲中提到，韩国正处于生死攸关的分水岭，是被巨浪吞噬还是抓住无限机遇跃升为引领未来的国家，取决于当下的选择。不得不说这句话的信息量非常大。那大家都明白他的前任尹锡悦，那韩国是怎么走到生死攸关来的显而易见嘛，无条件的甜美是被巨浪吞没还是抓住无限机遇？谁是巨浪？从哪儿来的巨浪？为什么它既可能被吞没，又存在无限的机遇？说白了，不就是不能站错队吗？站对了，安全和发展都可以有；站错了，就是跟已经日薄西山的前浪一起被拍死在沙滩上。剪除韩检厅的巨大权力本身就是对沉淀在韩国检察系统内的保守派，也就是亲美日的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的一个大清理。同时呢，拔了韩检厅这个跟 CIA 和 FBA 穿一条裤子的这个钉子，李在明才有继续推进他的新选择的可能性。比如现在这个对亲日分子财产的这个追缴放在曾经韩检厅只手遮天的时代，那肯定是推进不了的。但现在有的是要取而代之的后起之秀。韩检院一经落，任何能够分权的部门自然都会应运而生，官僚结构会迅速发生分化。独大的韩检厅被分权，既是给下层的检察官的机会，也是给其他部门的上升的机会。因为韩检厅它是上官独大的这种模式，升迁发展全靠领导开心。在这样的一个封闭垄断的系统里，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满意的，只有极少数的获利者是愿意去拼死维护的。而对于韩国政坛其他部门来说，削韩检厅的番，获利的部门和群体远多于受损者。这一手只会更加的稳固李在明对内的这个掌控力。那这样一来呢，李在明说要清算亲日的职人，那有的是要建功立业的义士因此韩内部的亲日职人很清楚，这次是来真的。那接下来的博弈过程是这样的，亲美日的分子们是争当随时被追究历史责任的出头鸟，给后起之秀们送业绩，还是缩回自己的狗洞里，避免被第一茬清算？对于这些毫无忠义和立场而言的绊脚石来说，并不是太难的抉择。李在明这一手着实巧妙。很多人说这样在明会不会有点危险呢？其实完全不会。韩国军方压根儿就不想对北边开练，不然尹锡悦他早都成功了。
而对于韩国更多的国内的利益群体来说，现在随时可能被美国押上战车才是最危险的事情。三星、海力士还有各大上下游的公司，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能够让我好好赚钱，和平发展，最好能搭上老中崛起的东风。这是韩国现在内部产业资本的共识。现在他们的选择是跟着鬼子一起被上两场混合双打，还是等着鬼子被收拾的吐出来更多的科技产业的市场份额？这是生意，不是主义，显而易见。看搞事的早苗热热闹闹的去访韩，回头韩国就在独岛问题上和广大坚持国际战后秩序的国家站在一起，追究日本的历史责任。这并不是在明一个人的选择，其实是韩内部派系的共识。可以说，接下来无论是美军龙山基地的移交，还是推进韩国的半导体产业与我们的深入合作，阻力都会大大减少。没有白手套了吗？韩国早在2005年就出台了这个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回归法啊，专门清算殖民时期依附日本、靠出卖民族利益攫取土地企业的这种资产啊。但调查委员会5年任期到期之后，后续的政府就没有延续执行，追缴工作就陷入了长达21年的停滞。这是普通的停滞吗？这也是利益博弈的结果。那现在呢？根据韩国官方的统计，殖民时期亲日势力掠夺得来的可追缴资产估计超过7万亿韩元，大量当年靠着日本殖民特权发家的家族后代依旧完整持有这些不义之财。这些势力深度渗透韩国的财阀、媒体、政坛，成为了隐形的政治力量。尹锡悦政府时期，为了推动美日韩三方的军事合作，刻意回避清算亲日的历史，甚至主动向日本做出历史问题的妥协，让韩国企业出钱替日本赔偿本国的受害者。说一句丧权辱国真不为过。李在明重启这个资产的追缴，绝不只是翻旧账，这是一场对内的民族身份的重塑，撕开战后美给韩国编织的那套叙事，重新确立本民族的历史记忆，进而推动战时指挥权的回收和半岛关系正常化，它才能够有更多的实现的可能性。很多同志们会觉得驻军就跟吃了什么山死脑神丹一样有这么个东西你就得听他的。然而现在林肯号已经处于哗变的边缘了，唯一可以调度的华盛顿号正在离开西太平洋，没有航母舰队，没有额外弹药的驻韩美军，究竟是随时可以引爆局势的暗器，还是死不起人的美军放在远处的质子，那都是两说的事情。美国霸权横行四海的时候，基地是供奉着霸权的祠堂。现在中东被打得丢盔卸甲的美军，想凭借着不听话我就揍你的这个威慑，就白嫖远东的香火，哪有那么容易？我反而认为，韩国收回战时指挥权已经是历史的必然。过去20多年，多届韩国政府都提出过收回这个战时指挥权，但是美国不断的设置各种各样的技术门槛，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推迟移交，从2012年推到2015年，后来又推到了2022年。实际上，这也意味着美国它也只能托辞推延，但不能直接拒绝。韩国国防部已经把2026年定义为回收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元年，计划在本年度完成整个作战能力的认证。李在明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在2030年任期结束之前完成指挥权的移交，而美方的口径呢，则是把最早移交的时间定到了2029年的第1季度。那就是这样接二连三的步步紧逼，才让川普今天使出了这一手昏招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正中李在明的下怀。本来他就是想通过表态不愿意被绑在美国的战车上，给北边邻居示以诚意。结果大统领此举无异于在宣布，确实我这个小弟跟我不是一条心。他对韩施压的角度是，如果你不听话，我就支持你的对手，到时候你拦得住北边的脚步吗？可是首先美军不是还在韩国吗？除非美军自己撤走，不然朝方绝不可能相信。其次，这次大统领的表态让韩内部的亲美日派那真的是如丧考妣。他们一直以来无视本国利益，积极的鼓吹对美日的服从配合的基础，就是只有在美方的安全保护下，韩国才能发展，才能有安全。现在好了，自己的大哥要投敌了，而且这个大哥喜欢投敌，还不是第一回了。大家现在看看欧洲各国，面对着一直跟大俄穿一条裤子的北约盟主，那是欲哭无泪这一手简直就是在给李在明清理尹锡悦的亲美余孽递杀虫剂地缘博弈往往手段就是结果。收回战时指挥权真正的价值，不是韩国跟美国掰手腕能不能赢，而是
借势将美国的力量推出区域事务有没有可能的问题。无论是我们要一统山河，还是亚太区域要获得真正的发展，美军从西太收缩已经是大势所趋，这不是韩国自己的议题，这实际上是地区国家获得自主发展权利，不被域外势力破坏，并且获取发展前景的一个共识。去年12月，韩方其实就提出了要把铁路从首尔修到北京。今年呢8月5日又重申了这一计划。很多人呢从战略实施可能性上去分析其实有点跑偏了。修建首尔到北京的铁路和回收战时指挥权，它是类似的一种表态。关键不是现有的条件能不能实现，而是明白告诉全世界自己的新选择究竟是什么。以金丝雀之躯验证纸老虎的威胁的成色，这些要求一旦被提了出来，美国霸权的金身本就裂了。结果特朗普还把脑袋从裂缝里伸出来说，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跟你好了。这下大家都懂了，真的裂了。铁路是什么？是地缘政治学的祖师爷麦金德强调的陆权的动脉。陆上大国一旦有能力通过铁路调动资源在区域内流动，它的控制力就会触达铁路的所到之处。所以欧亚大陆桥、泛亚铁路网为什么那么重要？那是大国力量的七经八脉。所以那是一条铁路的事儿吗？那是一个表态，是我想跟亚洲人民一起发展区域经济的表态。态度表了，霸权的金身裂了，李在明其实已经胜利了。你看懂了吗？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